女人就像个无底线的姐夫收割机，只要姐姐喜欢的男人，她都会不惜一切手段去抢。这一切都巧妙到几乎无法察觉，不过是一个笑容或某个偶然的眼神交流而已。妹妹真的很会利用自己的魅力让男人倾心，结果男友们无一幸免，都被她迷住了。相较于贤惠体贴的姐姐，他们更倾向于清纯又神秘的妹妹。她的双眼似乎能洞悉人心最隐秘的角落，每当她抢走姐姐的东西，妹妹都会感到极大的快感。原因是家里对待2个孩子不公平，这让妹妹对姐姐景子怀恨30年。小时候，妈妈只在特别的日子才会烤苹果派，但基本都是为了姐姐。虽然景子总会留最大的一块给妹妹，可姐姐的分享和偏爱却被误解为是一种施舍，觉得自己在家里永远排第2。因为乖巧懂事的景子一直是父母的宠儿，得到的表扬和关注总是比妹妹多。志保虽然习惯了家里的这种偏心，但依然渴望得到家人的认可，想让父母欣赏自己的佳作。可母亲总是在夸奖姐姐在画展上的大奖，志保意识到父母对姐姐的偏爱已成常态。每当景子有所成就，父母总是第一时间夸赞和鼓励，而自己无论多努力，都难得到相同的爱和关注。这种嫉妒让志保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开始破坏姐姐珍爱的东西，发泄情绪。志保狠拉断了景子最爱的项链，顿时他感到莫大的快乐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志保意识到摧毁东西只能带给他暂时的满足，如果夺得姐姐更重要的东西，他就能感受到更大的胜利。因此志保开始盯上每一个未来姐夫，利用他的魅力，志保不惧任何人的介入了每段感情。这次这个男人完全不同，他不只是即将结婚的未婚夫，也是妹妹眼中的完美男神。他假借帮姐姐选生日礼物之名约了信一出来，两人一起计划给景子一个惊喜派对。志保对姐姐的关心满意于言表，让信一觉得她不只是个体贴的妹妹，还是个难得的好女孩。他们相处了一整天，最后当他们告别时，志保故意摔倒落进信一怀里，信一立刻感到她柔软的身体和轻微的颤抖。妹妹抬头看着她，眼中带着惊讶。信一被这突然的感觉吓了一大跳，他慌忙寒暄几句便急忙离开。但志保对信一的反应很满意。1周后的晚上，志保打电话给信一求救，信一急忙赶回家，却被妹妹激烈的表白迎接。我喜欢信一。志保总是挑衅和试探信一的忍耐，直到男人忍不住了，他们打破了界限。而一无所知的景子还在梦想着完美的婚礼，他叫上妹妹一起选婚纱。志保进门就直言不讳地喜欢上了新房。景子笑着说这一切都是信一选的，只有志保知道，新房完全是按信一自己的喜好来布置的。看着姐姐沉醉在似是而非的幸福里，志保心里其实挺高兴的。为了将来好接手，妹妹挑了自己爱的款，跟姐姐婚纱一样的，心知总有一天这些都将属于自己。婚礼上，志保勉强祝福姐姐，其实心里偷着乐，声音里还带着一点点难以捉摸的颤动和兴奋。信一对景子穿着婚纱的模样完全着迷，没想到一贯保守的妻子会挑这么大胆的礼服，而景子则沉醉在幸福的海洋中。真没想到自己将要经历的竟是噩梦般的日子。看姐姐倒霉我就开心。婚房里的新娘不是清纯的姐姐，而是妹妹。因为家里要生2胎，每个姐夫都被迫接受了委屈。婚礼当天，姐姐就变成了妻子。经历了极致的复仇后，志保打算取代姐姐成为豪门夫人。可是婚后成为家庭主妇的景子越来越幸福，夫妻关系也非常融洽，全因景子的厨艺征服了丈夫的胃。新婚夫妇几乎天天粘在一起。但这样下去，志保不仅没机会升职，姐姐的幸福也会持续增加。因此志保建议景子利用她的才华成为美食博主，在社交网络上分享食谱和菜品照片。起初景子没信心，连连摇头，但志保没有给她犹豫的空间，立刻用景子的手机帮她注册了账号，还帮她管理了初期的账号。景子也因此踏入了一个新世界，每天发点东西上去。志保这样做，首先是为了让姐姐忙个不停，其次是为了随时看着景子的行为，这样即使信一届加班去约会，一心投入到自媒体的景子也没时间去疑心。但志保却借此多抽时间跟信一培养情感。这种3人生活持续了一阵，志保接着开始执行下一步计划。但仅仅夺走一个男人对他来说还不够。景子有个铁哥们邮箱，不仅是信一儿时的好友，她还是个有正义感的女强人。大学时期的景子很纯真，一个朋友说自己得了重病，景子没多想就打算借钱。这段对话被旁边的邮箱听到了，他看不下去，揭露了骗局。景子这才避开了一场骗局，两人性格互补，成了挚友。景子常向邮箱倾诉心事，特别是在她和信一结婚1周年那天，她试探地问丈夫晚上是否要加班。得知他确实要加班后，景子感到一阵失望。结婚仅1年，她就忘了纪念日。邮箱的话让景子更加担忧，说结婚头1年是离婚的高风险期。景子只好自己回家烤苹果派，独自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丈夫一到家，刚好一切准备就绪，手中还带着给她的礼物。
景子紧张的情绪立刻消失了。短暂的亲密之后，丈夫很快睡着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了一条消息。景子看到后懊悔不已。邮箱发来一条昨天很开心的信息，信息暗含情意，让人遐想。景子想到白天邮箱的离婚危机，那是不是一种隐晦的警告或挑衅呢？第二天中午，志宝去了姐姐家里做客。心情沉重的景子想让妹妹留下来共进晚餐。景子把丈夫和密友的事告诉了志宝。志宝安慰姐姐说他们可能只是小聚了一下，并说不管怎样，自己始终会支持并保护姐姐。景子很感激有这样一位体贴的妹妹，但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志宝的策略。在景子一个人守着空房子的时候，妹妹却在跟那个男人秘密来往。原本以为景子会因丈夫和密友的事变得越来越消沉，真没料到她很快就说通了自己。但志宝绝不会轻易让姐姐忘掉这事，她低头装作有话难言的样子。在景子的一再盘问下，志宝颤抖着拿出手机，手机里的照片显示丈夫和闺蜜亲密无间。志宝说是她和男友去温泉时偶然拍下的。通过言辞的引导，让景子心痛如刀割。景子找邮箱好好谈谈。她先给妹妹发了个消息，志宝自然不放过这个挑拨的好机会，以保护姐姐的名义擅自来访。一坐下就开始赞扬邮箱，夸赞她思想自由开放，说她遇到幸福就敢于全力追求，即便单身也能找到合适的伴侣。而邮箱只当这是姐妹私语，无防备地谈起了私生活，没意识到已落入志宝设的圈套。有了志宝的铺垫，邮箱的话无一不戳中景子的痛点，让人觉得她在变相认错。见时机成熟，志宝准备大动作，却被景子阻止。他决定亲自问邮箱是否背叛。犹豫间，志宝却先发制人，他利用信一和邮箱的旧情，巧妙发问，信息量大到让景子陷入陷阱。他非常确定好友已背叛了自己。景子追问闺蜜为何要夺走自己的老公，却没想到邮箱立刻爆发，反只是景子先动的手。邮箱终于吐露多年积压的心声，两人多年的深厚友谊也宣告结束。离开吧，以后别来了，也别再接近信一了。自尊受损的景子请求妹妹今晚能留下，她不敢面对深爱的丈夫，这让志宝有机会明目张胆的放肆，好意请妹妹留宿，没想到请来了祸害。刚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亲密，吃饭时还在桌下大胆调情，但迟钝的景子完全没察觉。深夜时分，志宝趁信一出来喝水的机会，直接在客厅沙发上展开了激战。激烈的动静最终唤醒了卧室中的景子，她跟着声音走到了客厅，正要开门，结果撞了进去。信义灵机一动，开了电视。足球赛即将收场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先睡。单纯的景子乖乖离开了，但那次险些被抓的刺激让他们更加胆大。志宝立志要取代姐姐上位，谁知那时景子竟然怀孕了。她把这事告诉了丈夫。信一听成了爸，立刻回家了。他紧紧抱住妻子，感动万分。此刻的景子觉得自己无比幸福，她迫不及待要把好消息告诉妹妹。第二天，志宝高兴地来到姐姐家。他原本想看看景子失落的样子，但看到庆祝的苹果派后，志宝的笑容马上变得僵硬。景子告诉他自己怀孕4周了，这消息对志宝来说是晴天霹雳，他的野心被彻底断送了。果然，信义直接把他电话拉黑了。到了晚上，信义去志宝家提出了分手，他现在只能回家做个好男人，所以信义决定和志宝这个负担说再见。看着家人其乐融融，志宝突然有了个坏主意。第二天，志宝陪景子逛商场，坐电梯时，志宝巧妙地提起医生让多活动的建议，于是景子决定走消防通道的扶梯。志宝一直在观察周围的环境，确定只有他们俩后，他假装绊了一下，扑向景子，俩姐妹一起从扶梯上摔下，景子的孩子也不幸丧失。志宝泪流满面，跪在姐姐床边道歉。心地善良的景子反过来抚慰她，说那只是个意外。待志宝离开病房后，立刻擦干了假泪。他本来想帮姐姐一把，但临时迟疑未出手。紧张的志宝见景子转身便吓了一跳，两人随即滚下去了。志宝觉对一切都是姐姐为了自己幸福的失策，觉得自己绝无过错。景子康复后，丈夫也变了许多，不再每日加班，而是尽量多陪伴妻子。家庭的幸福感使信义更爱夫妻生活了。景子还在失去孩子的伤痛中无法自拔，于是信义请来了闺蜜邮箱，希望她能劝解妻子。但景子现在根本不愿见闺蜜，邮箱只好坦白自己的过去，她曾爱上个有家室的人，甚至为他怀了孩子。最终那人的妻子闯入他家，景子万没想到看似光鲜的闺蜜有这样的往事。邮箱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伤痕来安慰景子，并承认自己确实曾羡慕过别人的好运，但跟信义之间从未有过越界行为。最初只是在车站遇见后一起喝了杯酒，然后各奔东西。景子对有美白天的那番话还挺放在心上的，于是她打电话想跟志宝商量一下，却听说她妹妹明天要和男友出去。可第二天
景子意外遇到了应该在约会的质保男友拓一，他总是忙于援交，从不理我。信息不对等使得景子感到困惑，因为质保亲自告诉过他旅行中偶遇信一和邮箱，这使景子开始疑心丈夫和闺蜜。但拓一提醒她别信自己妹妹，因为那时质保还没放弃信一。经历巨变后的信一只想和景子修好，回归家庭。我不愿意分手。质保的发疯吓到了信一，他跪地道歉后转身离开。质保死缠烂打的要见信一，但他已经决心要跟他断绝关系。质保只好做出绝招，无法阻止的信一只能给景子打电话，告诉他别让妹妹进门。信一想趁事情暴露前自己坦白，以免质保在他妻子面前夸大事实，连挽回的机会都没了。但景子一听妹妹的可怜声音，立刻把丈夫的嘱咐忘到了九霄云外。对不起，姐姐。质保坦白他和信一不仅坠入爱河，还维持了长时间的密切关系。景子彻底失控，最爱的两人竟如此令他厌恶。信一跪地悔过，但景子决心不原谅。而态度嚣张的质保得意离开，景子不想再见这两人，默默回了娘家。母亲不知真相，以为夫妻吵架了，她安慰女儿要和丈夫共同进退。景子为了不让母亲担心，昨晚的事一字未提，独自承受全部痛苦。可始作俑者质保却不想放过景子，厚颜无耻地回到姐姐家，然后以胜者姿态炫耀爱信一，声称男人离不开自己，暗示景子自己比他年轻漂亮。质保对姐姐一点都不觉得抱歉，反而表现得很轻松，把信一先生交给我。景子一听这话，心里涌起强烈的怨恨，他还幼稚的希望妹妹会真心道歉，以此来修复两人的关系。可这个曾深爱的妹妹，现在冷酷自私的模样让景子感到生疏。信一想挽回景子，便找邮箱帮忙。失去他后才知道，一直爱的是景子，但他现在最不想见的就是他。所以信一天天坚持在岳母家门口等他回心转意。时间久了，景子开始犹豫，他想切断这段苦恋，却始终狠不下心。邮箱找到景子，慢慢说服他。回想与信一的日子，景子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没想到质保先一步，把他和信一的事全告诉了父母，还强调他们是真心相爱。两姐妹为同一男人反目成仇，岳父气急想揍那渣男，质保急忙站出来保护信一。景子这次没像以前那样退让，他决定要捍卫自己的幸福。信一获原谅后非常感动。就在他们俩和好如初时，质保突然跪地疯狂大叫。质保绝不会顺着姐姐，他突然爆出惊人消息，我怀了孩子。全家都惊呆了。景子想不到妹妹会做出这样的事，质保把那晚的事都告诉了景子，彻底杜绝了两人复合的可能。两姐妹接连被同一男人害了，因此势成水火。岳父简直想除掉这渣男，质保坚决要嫁给信一。母亲忍无可忍，狠狠给了女儿一耳光。不懂悔改的质保觉得父母偏心姐姐，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。景子给丈夫一巴掌，随即提出离婚。质保最终成功破坏了姐姐的家庭。1个月后，景子搬离了公寓，不再追忆过去，她开始积极找工作，重新生活。但景子始终认为是她没察觉妹妹对信一的情感导致了错误。邮箱真想把这个过于单纯的闺蜜敲醒，其实她很早就察觉到质保有问题。邮箱的话让景子彻底觉醒，回想这些年的诸多怪事，自己的获奖画作被丢进了垃圾桶，喜欢的项链也不知怎地就不见了，每段恋情都不了了之，男友总是意料之中的爱上了别人。景子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总被抛弃，难不成这都是质保在搞鬼？他费尽心机去勾引我的每一个前男友，就为了夺走我的幸福。景子觉得自己把事情串联起来了，他请邮箱帮忙调查，没想到那天晚上质保就主动来挑衅。他骗妈妈说要向姐姐道歉，才知道景子的新住址，一到就拿结婚请柬刺激姐姐。质保害得姐姐失去幸福，他还要更加打击景子，让她感到更深的痛苦与失败。质保得意的离开，他认为姐姐此生都在他阴影下。邮箱帮忙打听的结果也出来了，景子最终看清了一切。质保一直觉得姐姐的风头盖过了自己，感觉得不到应有的关心，这种失衡让他心里堆积了不满和嫉妒。因此质保总是想办法破坏景子的幸福，夺走她的每一个男朋友，挑拨她与闺蜜的友情，甚至介入她的婚姻。他甚至冷血地杀害了自己的未出生的孩子，都是为了让景子陷入不幸。景子后悔没能早点意识到这一切，以至于失去了许多珍贵的东西。他心里满是痛苦和怒气，但景子明白，现在得首要是自保，不能让质保再得逞。景子盯着桌上的婚礼请柬，作为姐姐，总要给妹妹送个大礼。景子意外现身，质保吓得脸都白了。尽管是挑衅式的送了请帖，但质保肯定以为老实的姐姐不会来抢风头，谁知这突然的举动完全出乎他预料。正当质保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景子却站出来帮妹妹澄清了插足的流言，说是因为和前夫不和才离婚。
还当众称赞妹妹可爱迷人，便为两位新人送上衷心的祝福。这柳暗花明的转折让志保绷紧的神经顺松，果然姐姐还是那个傻乎乎的大好人。这场婚礼不但完全超越了景子，还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与认同。这份荣耀和胜利极大满足了志保的虚荣心。然而景子接下来的话让志保笑不出来了，建议还是做个肚子里的 DNA 检测吧。景子当众揭露了妹妹曲折的感情生活，还让志保的前男友拓一来现场证实。拓一当众详述了志保的混乱私生活，包括他介入姐姐婚姻的事，以及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，这让志保在朋友圈的形象完全垮了。信一也震惊极了，他从没想过志保会有这样复杂的一面。景子没完没了地讽刺前夫，孩子可能是你的。景子的复仇圆满结束，他毫不回头地离开了，和那些混乱的人彻底断了联系。信一终于明白自己被志保玩弄了，他怀里的孩子可能不是他的。身处众目睽睽之下，信一已无退路，为了保全面子和避免更尴尬的局面，他只能迫使自己和妹妹结婚保住颜面。而志保对姐姐的恨意加深了。1年后，景子终于开启了新恋情，两人是在工作中认识的。这位男士虽然既不是高富帅也不英俊，但他总让景子每天晚上回家时可以闻到浓浓的咖喱香，那是一种温馨又幸福的气息。他们也打算不久后一起组建家庭。替姐姐的志保活得一团糟，屋里满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厨房碗碟堆得像山一样，育儿的烦恼让志保快要崩溃了。他呆滞地躺在沙发上，直到看到关于姐姐的报道才精神了一些。离婚后，景子靠烹饪天赋打拼事业，还成了挺出名的营养师。志保心里既羡慕又嫉妒。这时候信一刚好回家，家里乱成一团，他不禁抱怨几声，这让紧张的志保立刻爆发。结婚生子后，他几乎没休息，从前随时能去美容院，现在连化妆的时间都没有。两人开始互相伤害，互相说出恶毒的话，这让志保更相信姐姐幸福就意味着自己的不幸。所以志保又去找景子，想让姐姐难堪，但景子巧妙地解决了。春树对妹妹也完全不感兴趣，不满的志保只好气呼呼地走了。景子把自己即将结婚的事告诉了妈妈，还特意叮嘱她别让妹妹知道。但那晚志保和信一吵架，带女儿回了妈家，爸爸教训他时几乎泄了密，但志保还是敏感地注意到妈妈晚上做了苹果派，只有家中有大喜事才吃那个。志保马上想到姐姐要嫁人了，父亲警告女儿不要胡来，可信对志保愈发冷淡，甚至宁肯住旅馆也不愿回家。志保确信丈夫出轨了，而且那个人可能是她姐姐。这件事不断触动志保脆弱的神经，但他想出了一个让姐姐倒霉的计划。第二天，景子接到男友在警局的电话，有人举报称春树在电车里对她性骚扰，这个人竟是景子的妹妹志保。志保利用春树对她的信任和无知设陷阱，男友多次否认，却因无证据难脱罪嫌。景子得知妹妹称春树是未婚夫后，顿悟了一切。他对志保为了私欲而毁人未来的行径感到愤怒，第一次狠狠地打了妹妹一巴掌。志保嚣张的叫嚷，不道歉就要告上法庭。景子只好跟男友商量一下，可是志保要的并非如此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要你道歉的人是你这个姐姐。志保就是要让姐姐完全屈服。景子觉得妹妹的逼迫太屈辱了，但为了证明男友的清白，她决定暂时软化。对不起，跪下。志保洋洋得意地拍下这一幕，他傲慢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景子。姐姐又一次被踩在脚下，春树被放了出来，得知景子为他下跪道歉后非常心痛。春树誓言今后会好好保护景子，不让她再受这种屈辱。但景子心知肚明，有了妹妹，她永远不会真正幸福。志保就像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爆炸，毁掉她辛苦建立的一切。志保刚从派出所走出来，就看到景子提出分手。春树本以为是开玩笑，但见景子那认真严肃的样子，他顿时明白了女友的决定。两人曾经有过约定，若有天景子真心说分手，春树必须配合他演戏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春树马上进入角色。这时志保恰好看见了这一幕，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又赢了一场彻底的胜利，但其实只是姐姐为了保护自己和男友以及未来幸福做出的牺牲。志保把景子跪地道歉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。春树因压力辞去公司工作，志保一回家便决定和信一离婚。他对这个男人已经完全没兴趣了。之前的志保以为真爱了信一，直到今天他才明白，他在乎的是姐姐旧爱的男人，在打败景子夺走他的一切后的成就感。这不是真爱，而是畸形的竞争。3年后，景子变成了一名拥有100万粉丝的人气美食博主，他还兼任一家餐厅的营养顾问。这时好友邮箱送来了一份文件，如今的志保也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模特儿。一切都按照景子的预谋进行，3年的耐心策划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。此时的志保正迎来他的职业和人生高峰，拍摄的杂志大火，代言的服装销售翻倍，
原是 ZT 小姐的她，在父亲的活动中遇见了餐饮业大亨，幸运地嫁为了令人羡慕的社长夫人。如今，质保居住在市中心豪华的别墅，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。女儿有专属保姆和家教24小时陪伴，旁边是女儿如己出的富豪老公。她非常庆幸曾选择离婚，得以享受如今的美好生活。为庆祝妻子事业蒸蒸日上，丈夫提议明晚去咱家附近的餐厅吃饭，那里最近的好评特别多，都是新来的营养师的功劳。他搞的菜单把营业额推高了。原本质保不爱去东京外头的餐馆，不过听说那有新营养师，质保立马感兴趣了。他本能地想到了景子，还特别坚持非去不可。考虑到他的地位和财力，姐姐无论怎么努力都被自己压倒，质保永远抓机会把姐姐按在脚下。再加上质保的突然出现，景子被吓了一大跳，尤其对方还是以店主的身份来吃饭。质保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快乐，自己已经是亿万富婆了，姐姐仍然只能靠打工为生的大龄单身女。趁着去洗手间的机会，质保特意来嘲笑景子。听到丈夫赞扬姐姐后，质保借机建议景子转为正式员工，毕竟一个30多岁的单身女性不好过。第二天，景子收到了正式员工的通知，她高兴地做了苹果派发到了网上，庆祝自己正式上岗。质保看了动态很是开心，作为领导，他能随时改变姐姐的未来。这种对比让质保的复仇心达到顶点，她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更让质保激动的是，丈夫明天开始要出差了，这是给质保搞姐姐的好机会，她能大胆执行计划，不怕老公知道。景子也准备好了迎战，从一个老友那里得到了一次采访，这采访正是关注质保的那位小姐姐做的。她还把一些录音发给了景子，录音里的故事又好玩又震撼。第二天晚上，质保等店关了门后才去餐厅，毕竟她是老板娘，经理只让景子热情接待。质保居高临下的讽刺景子，归因于自己的好心帮助。孤单的姐姐终于找到正式工作，质保的话全是对景子的侮辱，企图心理上完全压倒姐姐。景子心里愤怒，却因身份差距忍耐。质保让景子随意做个菜给她，菜一上桌，质保就挑出一根头发，他特意把盘子扔到地上，再叫景子用手去捡。景子在质保的压力下只得服从。这次他真的被妹妹完全压倒了。质保还往景子头上泼了红酒，看着姐姐的窘迫模样，心里满是胜利的快感。他确实控制了姐姐的一切，随时都能改变她的命运。质保高兴地回家了。刚刚在餐厅的一切让他感到非常满足，可质保不知道，这都是姐姐的策划。景子故意挑衅，让妹妹来找事。3年来，他已经准备好了全面反击。质保在餐厅闹事，反而没能压倒景子，还使得姐姐在富豪丈夫心中的地位更稳。一篇报道使景子的郊区餐厅一夜成名，每天还没开门，就已经有好多慕名而来的客人排队了。当质保听到店长告诉丈夫她那晚去了餐厅，她立刻感到心虚和紧张。更让她害怕的是，丈夫居然决定把店铺交给姐姐来管理。质保受不了景子在任何方面超过他，他宁愿毁了自家的产业，也不让姐姐有翻身的机会。第二天，有记者来杂志社对质保进行专题采访，两人才聊了几句，质保就掏出让景子一夜成名的报道，开始夸大其词地诉说姐姐的不良行径，比如做菜里混进头发，对客人态度极差。质保对姐姐的毒舌似乎信手拈来，但姐姐看起来颇感尴尬。虽然话题很吸引人，记者的报道还是得有证据支持。景子尽管已准备好反驳，但她不想与妹妹决裂，毕竟那是她的亲妹妹。于是景子带着苹果派去找质保，给她一个最后的机会，只要质保诚心为之前的伤害道歉，景子愿意原谅他。但质保认为自己的地位让他不会再败，这让景子决定不再手软。他故意透露自己即将掌管新店，并警示妹妹不准再干涉。可质保怎能忍得了姐姐这么幸福，他要用更极端的方法破坏，而这正好符合景子的预期。景子静静地等着妹妹来，质保带着鲜花假装来祝贺，发现店里空空如也，他就不再装下去了。质保满脸讥笑姐姐的失败，谁知景子突然狂笑起来。开业的日子不是今天。景子面对质保步步紧逼，不留情地戳妹妹的软肋，但质保毫不畏惧。多年坐台经验让他了解世事险恶，质保的成功背后都是景子精心布局。他请杂志主编闺蜜大力推崇质保，还通过各种手段帮他铺路，终于让当年的坐台小姐嫁给了富豪。景子对妹妹的复仇不是直接摧毁，而是让她拥有更多。质保在享受成就的同时，也得努力保住这些荣耀。面对景子的威胁，他开始动用感情牌，试图凭借家庭情感和姐姐的软弱来解决问题。但经过屡次背叛的景子不再受骗，掌握把柄的他给质保最后一次机会。质保意识到继续伪装毫无意义，他如此关注景子，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姐姐阴影下，这让他极其嫉妒和自卑，所以一直在夺取景子的幸福作为证明。在质保吐露多年积压的恨意之后，豪富的丈夫突然现身，
跟来的却是当年被诬陷的春树。自从那天被质保诬告猥亵以来，景子和春树就开始筹划，不断监控质保的每个动作。质保完全不畏惧，那个没有人声的录音可能是合成的，加上自己打造的良好公众形象，有多少人会信这一套啊？可景子手头的证据不止这段语音，他早就预料到质保会来挑衅，因此他偷偷在一角安排好手机，把质保辱骂自己的全过程都录了下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富豪老公立刻脸色大变，作为店长的妻子竟然当众羞辱员工，如果这视频曝光，他辛苦建立的商业帝国必将土崩瓦解。景子没想到妹妹作为阔太太才几年就如此愚蠢，连尾巴都不夹，好好做人，竟然还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。富豪老公的态度明显是要和妻子断绝关系，这样一来，质保就失去了他最大的依靠。意识到局势不受控制，质保开始向姐姐求情。景子手中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坐牢，甚至彻底毁了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。看到姐姐和未来姐夫都绝不原谅自己，质保直接跪下了。现在比我还惨吧？景子本想让妹妹也尝尝被欺负的滋味，但听到质保哭泣的声音后，思绪突然回到了他们童年的时光。从小到大，照顾妹妹一直是他作为姐姐的责任。那些温暖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，使得景子的心再次变得柔软。即便质保曾多次伤害她，姐姐天生的保护欲让景子始终无法对妹妹下狠手。这时景子意识到，虽然报复可以带来短暂的快感，但这并没彻底解决问题。质保内心涌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感受，这是质保第一次真心品尝象征幸福的苹果派。他逐渐发现姐姐的话确实正确，质保总是把自己和姐姐比较，来确定自己的价值。这种缺乏自我价值让他难觅真正的幸福。他需要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私は今幸せだ。